当我们这个利率向下修的时候，那殖利率也会跟着一起向下修。那殖利率下修的时候，当然就是债券价格长期来讲会有上涨的一个空间。况且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SEP 最近所公布的这个数据来讲，那预期到2026年这个 Fed Fund Rate 它会降到差不多 2.9%， 因为这次是联总会下降 0.5% 这个利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利率水准就是 4.75% 到 5% 之间。那我们可以想象，就算 4.75% 到 2.9% 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空间。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债券的一个价格来讲，这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它所做的一个调查，大概就是说有 4.4% 的人，他就是有预期在未来的4个月之内，他可能会有失业。另外呢，这个 28% 的人呢，在最近这4个礼拜正在积极的找工作。这两个比例其实都是10年来的新高。那此外呢，积极在寻找工作的人的比例，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大概不到 20%， 一下上涨了将近 1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市场当中确实已经从2005年以来，联总会的成员，可是这一次呢，有位成员 Michelle Bowman， 他是投下了异议票，也就是通过的这个利率决策是11-1这样子通过。这是在从2005年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异议的情况。那因为 Bowman 这位成员，他是代表的是社区银行，而且是2018年由前任的川普总统所任命的。那所以这位共和党籍的这个成员，他是不是也有担心说，这联总会目前的降息的动作会变成是在帮助执政党在进行这个助选？所以教授觉得说，这个降息两码真的对于拜登政府他们现在这个贺锦丽的选情是会有帮助的吗？我们可以看到2025、2026它的这个联邦资金利率的这种预期的部分呢，它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即使26这个时间是比较远，它都已经中位数大概向下调了大概1码。那2025的话，它这个时间来讲也向下调了 0.7%， 离 0.7% 将近也是3码的一个准。所以我们可以看As inflation has declined and the labor market has cooled, the upside risks to inflation have diminished and the downside risks to employment have increased. We now see the risks to achieving our employment and inflation goals as roughly in balance, and we are attentive to the risks to both sides of our dual mandate. In light of the progress on infl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risks, at today's meeting, the committee decided to lower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funds rate by a half percentage point to 4.75% to 5%. 欢迎收看全球震惊周报。美国终于启动降息了，但是令人讶异的是，一口气降息2码，是不是经济上出现什么样的危机吗？我们立刻来连线人在美国的东北大学财务金融系邱万钧教授来为我们解析。教授好。真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平安。教授，大家真的非常的关注因为原本预期说是降息1码，可是没想到一口气就是降息2码，是有什么样的问题出现吗？我想倒不是有什么重大的问题出现，而是说联准会它在权衡控制通货膨胀率和就业市场的部分来讲，它做一个均衡的一个决策。因为我们来看就是在8月份 CPI 的这个年增率来讲，8月份的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较上一年上涨了 2.5%，
然后比7月份的 2.9% 是有所减缓，而且这已经是2021年年初以来最低的这个上涨率。然后另外在核心的 CPI 的部分，把这个波动比较大的食品和汽油这个价格剔除之后呢，它这个较前一年是上涨 3.2%。那虽然是高于联总会它 2% 的目标呢，但是现在联总会它要考虑的是就业市场、劳动市场它这方面的这个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最近的失业率，它的最新的数据已经到达 4.3%。那另外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它所做的一个调查，大概就是说有 4.4% 的人他就是有预期在未来的4个月之内他可能会有失业。当然这个 4.4% 这个预期失业并不是真正已经实现的失业，而是他是有担心。另外呢，这个 28% 的人呢在最近这4个礼拜正在积极的找工作。这两个比例其实都是10年来的新高。因为在10年之内，只有这个2020年 COVID-19 发生流行的时候，这预期的失业率曾经超过 4%。那现在是已经预期失业率到达 4.4%。那此外呢，积极在寻找工作的人的比例比去年同一个时期大概不到 20%， 一下上涨了将近 10%。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劳动市场当中确实已经出现了一些向下修正的压力。那我们再从各种物价的部分来讲，目前来说物价上涨的来源主要是来自于所谓的这个汽车保险的这个部分。那它的上涨率呢大概有 16%。那其实就是租金还有这个房屋的这个上涨率大概都是在 5% 到 4.4% 之间。二手车来讲的话，它也是超过 10% 的下跌率。那另外就是租车，它的成本也下跌了 8% 以上。那还有家具的部分，它也大幅下跌了 5%。所以我们看整个通膨的控制来讲，比较进入到联总会他们所期待的一个区间当中。但是呢，劳动市场它现在已经出现一些下修的这个风险的情况。The question isn't the level. The question is that there has been change particularly over the last few months. And, so what we say is as the risks, the upside risks to inflation have really come down, the downside risks to employment have increased. And because we have been patient and held our fire on cutting while inflation has come down, I think we're now in a very good position to manage the risks to both of our goals. 那联总会为了未雨绸缪，因为他怕这个他们的反应会有点过慢了所以他可能就是一次降2码，然后市场的这个预期呢能够下降，同时呢符合这个市场的预期，无论在这个资本市场或者是在一般人的借贷来说减轻它的负担。那我们再从整体的经济的成长来讲，虽然联总会它的目标并不是包括这个经济成长率的部分，可是我们可以比较这一次联总会所发布的经济展望，它的预计2024年经济成长率从 2.1% 这6月的预期值下跌到现在 2%。那失业率来讲，从6月的 4% 已经上升到 4.4%。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通货膨胀率或者是核心 PCE 的通货膨胀率大概都是往下修了 0.3% 或者是 0.2%。而联邦资金利率目前来讲，预期到年底已经是可能会到 4.4%。那比起在6月预期是 5.1%， 也大幅的下降了
0.7%，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预期到说，在未来还有2次，今年在结束之前还有2次 FOMC 的会议当中，我们可以预期到，可能 FOMC 还会决定再继续降息，来符合市场上的这个一个需求。教授，因为联准会的2大目标，一个就是通膨，一个就是这个就业市场。那可以看得到，他们在这一次的 SEP 当中，就是在经济成长率的部分有点下调。那通膨其实是符合他们的预期，就是他们认为在等待是值得的，因为这个通膨的下降幅度是比较明显。但是这一次关键是不是在于这个就业市场的部分，它下降的幅度其实比联准会预期的还要再多一点，所以他们这一次才会这么大幅的调降2码吗？是的，联准会他们在控制通货膨胀的部分来讲，前已经获得了一些满意的成果。但是呢，在劳动市场的部分来讲，我们也可以看到联准会可以预见的一些副作用。譬如说，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失业率或者预期的失业率之外，另外我们可以看到非的新增工作来讲，从2024年的春季以来，这个数字每月的逐月，而且这个下滑的速度，这个数量也是非常大，已经是跌幅超过经济学家的预期。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劳动市场它毕竟是联准会必须要考虑的。我们如果在成长率的这个一个预期来说，虽然联准会它的政策目标并不包含这个成长率，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成长它毕竟还是跟劳动市场是成正相关的一个指标。There is thinking that the time to support the labor market is when it's strong and not when you begin to see the layoffs. There's some lore on that. So that's the situation we're in. We have, in fact, begun the cutting cycle now, and we'll be watching, and that'll be one of the factors that we consider. 那这一次比较值得注意的是，从2005年以来，联准会的成员每次都是全票通过利率的决策，可是这一次呢，有位成员 Michelle Bowman， 他是投下了异议票，也就是通过的这个利率决策是11-1这样子通过，这是从2005年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异议的情况。那因为 Bowman 这位成员，他是代表的是社区银行，而且是2018年由前任的川普总统所任命的。那所以这位共和党籍的这个成员，他是不是也有担心说，这联准会目前的降息的动作会变成是在帮助执政党在进行这个助选，未有可知。但是今天至少我们联准会的决策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整个基调来讲，就是联准会认为通膨受到相当程度的一个控制，现在劳动市场在决策的权数的比重会逐渐的上升。Sir, what's your reaction to the Fed cutting interest rates today? I guess it shows the economy is very bad to cut it by that much. Assuming they're not just playing politics, the economy would be very bad, or they're playing politics, one or the other. But it was a big cut. And in fact, in the speech today, that was in the section about Fed independence and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respecting and honoring that independence. It's obviously a stark contrast with our predecessor. Never has the president spoken to Chair Powell about interest rates. As president, never has he pressured him. 那说到这个川普，其实他这一次在这个联准会做出了降息2码的利率决策之后，立刻做出反应。他说，到底是拜登政府他们是经济已经要衰退，还是有政治意图？所以教授觉得说，这个降息2码真的对于拜登政府他们现在这个贺锦丽的选情是会有帮助的吗？多少会有一些帮助，因为降息2码，它毕竟是释出一个经济的信号，也就是对市场前景的一个看法。长期以来，其实联准会也维持相当一定的这个中立性。虽然我们知道要进行完全的中立性，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不论是谁执政，大家都想要把手伸到这个
货币决策机构来朝向对自己比较有利的方向去进行这些货币政策。但是呢，至少拜登总统在任的当中，他从来没有公开的对联总会放话，或者是干预联总会的决策，至少是在公开的地方。反是川普担任总统期间，有多次的公然的干预联总会的决策，就是说有放话，如果不照他的这个方向去进行利率政策，联总会主席的位置不保之类的。所以想，身为现在的任何有利于执政党候选人的这个政策，他当然都会有所批，但是未必联总会是完全依这个拜登政府的希望所行使。Yeah, so this is my fourth presidential election at the Fed, and it's always the same. We're always going into this meeting in particular and asking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for the people we serve, and we do that, and we make a decision as a group, and then we announce it, and that's always what it is. It's never about anything else. Nothing else is discussed, and I would also point out that the things that we do really affect economic conditions for the most part with a lag. So nonetheless, this is what we do. Our job is to support the economy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people. 毕竟市场上预期利率调降已经预期了很久了，而且说真的，拖到2024年9月才降息，已经是比一般大部分的经济学家所预期的时间都已经来得比较晚。教授呢，因为在记者会当中就有记者提到说，这一次为什么不是7月就降息，然后一直拖到现在9月？那教授会不会觉得太慢了？那当时鲍尔是怎么回答的呢？因为在7月来讲，联总会他们决策的权数当中，其实还是把控制通膨看作是比较重要的因素，而不认为劳动市场有重大的下行的风险。但是目前来讲，经过了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间，那联总会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就是说通膨的控制已经是慢慢可以达成的一个目标。当然我们也知道说，要能够达到联总会它所预定的这个2%的一个目标来讲，我们从这一次的SEP 它的经济预期来讲，可能也还要等到2026年，连2025年年底联总会都预期未必可以达得到。但是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缓步下降其实就是已经是联总会一个希望达成的一个目标，因为通货膨胀率本身还不是那么严重的一个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一个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对通货膨胀预期，也就是说，如果大家都预期通货膨胀会越来越高的时候，这个通货膨胀变得无法控制。那可是相对来讲，在7月的时候，可能联总会不认为劳动市场有重大的这个下行的风险。那现在目前来讲，劳动市场它所面临到的一个困难的情况，联总会变得是它不得不要进行一个考量。那如果我们再从一个历史升息降息的循环观点来讲，通常一般来讲，高利率的时期，它大概就是延续差不多就是10个月到11个月。那这次已经差不多将近14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次的这高利率是20年来仅见的一个高利率，大概就是从2000年代初期以来利率最高、水准最高的一段时间。那这么高的利率维持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来讲，当然是对经济会有相当大的刹车的一个效果。所以联总会必须要考量说，这个刹车皮已经踩了很久了，如果再继续踩下去的话，可能整个经济可能会发生重大的危机。所以他现在就是说，有点也是预防性的把这个利率降2码，然后能够一方面符合这个市场的这个预期，二方面也是降低整个劳动市场甚至整个总体经济下行的一个风险。If you ask
if we'd gotten the July report before the meeting, would we have cut? We might well have. We didn't make that decision, but we might well have. I think that's not that doesn't really answer the question that we ask ourselves, which is let's look. At this meeting, we're looking back to the July employment report, the August employment report, the two CPI reports, one of which came, of course, during blackout, and all of the other things that I mentioned. We're looking at all of those things, and we're asking ourselves, what's the policy stance we need to move to? We knew it's clear that we clearly, literally, everyone on the committee agreed that it's time to move. 因为我记得上一次的这个联准会议是在7月31号，那时候7月的这个失业率还没有出来。那8月5号那时候数据一出来，我记得美股大跌，然后台股也跌了1000点，那时候是震撼大家，想说完蛋了，是不是要经济衰退？那等到现在是8月的失业率出来之后，其实我记得7月的失业率那时候是 4.3， 那8月是 4.2。好一点点，可是其实已经接近。我记得教授过去有讲到说，这个 4.5 是他们的底线，不要超过 4.5， 感觉都还好，看起来已经接近了。所以这是联准会现在很担心，所以一口气降2码。教授觉得这样子有办法挽救吗？就是7月没有降，然后一口气降2码，这样来得及吗？4.5%这个失业率是充分就业的情况下的一个失业率。所以，即使失业率冲到 4.5%， 其实也并不表示这个经济衰退哈。因为所谓经济衰退来讲，就是表示说 GDP 的成长率其实是低于0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事实上目前来讲，美国经济并没有 GDP 的成长率低于0的明显的一个风险或者过低的这种情况哈。那当然，劳动市场来讲是有一些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美国的实质工资的成长率呢，其实是有相当健康的上涨，大概现在目前都在 3.4% 左右的一个水准哈。那基本上来讲，联准会其实是欢迎这种实质工资上涨率，因为这对一般人的所得是有利的。但是呢，高利率它带来一些很大的副作用，就是说你的借贷成本就变成提高。那对一般人他负债来讲，他可能困难性就比较高。另外一个，他对于不动产市场它的杀伤力其实是很大。当然现在就又出现另外一个很吊诡的情况，因为大家都预期这个利率会下降，所以呢，很多本来是无壳蝸牛，本来是租屋的人，纷纷抢着去贷款来买房子。结果大家都抢着去贷款，反而把这个房屋的价格又推上去。那加上因为现在目前房价都是处于高档，所以原来有房子的人他就不愿意卖，因为他房子卖了之后，他买不起新的房子。而且现在利率还是偏高，因为他买房子的时候利率其实是很低的时候，所以有房子的人不愿意卖，没有供给。但是呢，没有房子的人又急着要去贷款买房子，那就变成这个市场上会发生这样子一个供给需求不均衡的一个情况。也就是说，联准会它在这个部分来讲，它会要急着想要有某种程度的去控制房屋市场避免它的这个过热的情况，造成通货膨胀再度上升。况且我们刚才分析了各种通货膨胀，它构成的房屋是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位置，无论是租屋或者是已经有的成屋的部分。所以联准会其实在这个地方还是很密切的在观察。We don't think we're behind. We do not think we think this is timely, but I think you can take this as a sign of our commitment not to get behind. So it's a strong move. 到时候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利率点阵图都会牵涉到，就是美国利率是不是还是维持这么高的高档？那另外一方面也会跟各国的货币的这个利差到底有多少，其实都会牵动各国货币政策的一些走向。那看得到这一次的这个利率点阵图，其实呢，跟过去不太一样，就是这一次大部分人都是落在4.25到4.5之间这样的区间，然后上一次其实大部分都是认为说会在4.75
到5之间，所以这个其实利率点阵图的这个挪移的幅度相当的大。那这一次可以看得到，上一次6月的时候是说大概降息，今年1到2码，就这一次调到说会大概有4码左右，这个幅度其实很大。那到明年呢，会再降息4码。所以代表说，这背后认为，如果不快速的降息的话，一方面对于一些有贷款的民众压力很大之外，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会埋下一些经济的隐忧吗？是的，因为我们如果看这一次的这个利率的中位数来说，大概6月的时候那时候的经济的预期它的所公布的中位数是联邦资金利率是 5.1%。如果说我们比较那时候的利率水准，就是 5.25% 到 5.5% 之间的水准来讲，大概就是降息顶多就是2码，顶多是2码，那甚至就是可能有时候比较保守就是1码。可是呢，这次我们可以看到说它的预期中位数是 4.4%， 那它的区间来讲大部分集中的幅度大概就是 4.4 到 4.6 之间。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所有的联总会的成员当中，大部分都已经形成共识，就是说这种高利率对经济它所进行这种刹车的效果已经是足够明显。现在通膨已经不是联总会它最重要的考量因素了。当然他们会考虑到通膨，可是就是说它已经不再是最重要。那就业市场的部分可能相对来讲权数就已经有所上升。那另外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2025、2026它的这个联邦资金利率的这种预期的部分呢，它也做了一个大幅度的一个调整。那我们可以看到是说，即使26这个时间是比较远，它都已经中位数大概向下调了大概1码。那2025的话，它这个时间来讲也向下调了 0.7%， 离 0.7% 将近也是3码的一个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对联总会的成员来讲，一方面他们对长期的利率想象预想那可以想说他们大概就是说也会把长期的利率这个部分也会比较往下压，也就是表示说他们对于货币政策的这个所谓鸽派的态度呢，就会越来比较明显。教授，那在缩表的部分呢？之前在缩表的部分似乎在幅度上面有一些调整，那这一次呢？储备理事会它的整个系统当中呢，它也逐渐减少债券的持有量。那这个就变成所谓的量化紧缩的一个过程。那美国这个联总会它的资产负债表目前已经降到差不多 7.2 兆美元，比起尖峰值大概这个将近9兆美元，它大概已经下跌了差不多 1.7、1.8 兆美元的这个量。然后呢，它在之前量化紧缩开始之前呢，每个月它在展期的这个国债，美国国债，还有抵押贷款支持的这种证券，它大概每个月是展期差不多950亿到1000亿美元的水准。那目前来讲，大概每个月展期就500亿最多。所以我看到说，慢慢的，它每个月就从市场上再抽走了500亿，就是抽走500亿美元。那也就是说，在这个缩表的部分来讲，它也降低了债券，然后想办法能够除了利率下降之外，它也借由这个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式呢，来开始能够控制货币的供给。教授，因为其实缩表的话，就是代表他从市场上拿回资金，其实比较像是类似升息的概念。那这一次降息是2码，那因为我看鲍尔的谈话当中说，他并没有打算停止缩表，所以代表说他这边还是有一点紧缩，只是说降息的幅度还是比较大一点，是这样子吗？对，是的，没有错，没有错。他等于说，他还是在这2个地方，他还是进行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做法。
So, 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reserves have really been stable. They haven't come down. So, reserves are still abundant and expected to remain so for some time. As you know, the shrinkage in our balance sheet has really come out of the overnight RRP. So, I think what that tells you is we're not thinking about stopping runoff because of this at all. We know that these two things can happen side by side. In a sense, they're both a form of normalization. And so for a time, you can have the balance sheet shrinking, but also be cutting rates. 那像这一次啊，他们做出这样子的利率决策之后，对于未来美元跟美债的走势有什么样的影响吗？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美元它其实已经走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整体来说，在这一年当中，美元相对于大部分的亚币，其实还是属于走强的阶段，只是它的强势的情况并没有像之前那么强。我们可以看到日元、像台币、像韩元甚至像人民币就是从2024年到目前都还是对美走贬。那因为现在美国开始降息，所以美元它走弱的情况应该就是会慢慢明显。另外，我们可以观察这个一篮子美元指数那确实这个美元指数目前来讲已经接近100的部分，慢慢的就是说回到一个汇率的循环的一个周期当中我们可以预期可见。那这对于美国来讲它的这个出口可能就会相对来讲比较有利，因为美元走软，那外国的这个出口品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属于不利的情况。教授，那在美债的部分呢，是不是代表，因为大家其实都在想说，到底可不可以投资美债，所以代表说现在看起来就是美债走强的时候嘛？因为当我们这个利率向下修的时候，那殖利率也会跟着一起向下修。那殖利率下修的时候，当然就是债券价格长期来讲会有上涨的一个空间。况且就是说，如果我们从 SEP 最近所公布的这个数据来讲那预期到2026年这个 Fed Fund Rate 它会降到差不多 2.9% 那姑且不论说它是会到时候是真的到 2.9% 或与否那我们可以比较目前来讲利率的水准，因为这次是联总会下降 0.5% 这个利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利率水准就是 4.75% 到 5% 之间那我们可以想象，就算 4.75% 到 2.9% 之间，其实还有一个蛮大的空间。如果我们把它转换成这个债券的一个价格来讲，这个 capital gain 的空间其实是还蛮大的。所以目前来讲，应该就是说投资美债可能是一个好的时机。所以叫做总结来讲，美国的经济目前看起来还是软着陆的几率增高吗？还是说其实有一些衰退的阴影在呢？目前来讲，看起来就是软着陆的几率是比较大。I don't think so. I don't. There's as I look. Well, let me look at it this way. I don't see anything in the economy right now that suggests that the likelihood of a recession, of a downturn is elevated. Okay, I don't see that. You see growth at a solid rate. You see inflation coming down, and you see a labor market that's still at very solid levels. So I don't really see that. No, thank you. 那当然，它还是有一些风险。那当这些风险主要是跟政治风险和地缘政治风险有关系，譬如中东又发生了这个真主党被这个所谓的 BB Call 攻击的这个事件，那中东这个情势再度的这个不稳。那另外，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变数，因为目前来讲，两党候选人的声势其实是还相当的接近。虽然就是说民主党的候选人贺锦丽，他本身来讲声势有逐渐上涨的这个倾向，但是呢，这个美国的总统选举其实最后决定都是这7个摇摆州在，那这7个摇摆州少数的选民几乎就可以决定未来4年谁可以入主白宫。那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川普
它的这个经济的一些政策呢，确实在过去来讲，它很吸引它的这个选民。那姑且不论说它的可行度可不可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如果一旦重新再入主白宫的话，它对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秩序一定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影响。那相对来讲，贺锦丽可能就是比较会遵循这个拜登的一些老路然后循序渐进，所以到底是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又变成是一个很大一个变数。但是整体来讲，因为美国的经济它是一个自由市场，所以它有很强的一个韧性、创新度。也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公司它不具有竞争力，它可能就马上会被淘汰。但是呢，在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整个市场的创新程度会很快，适应的程度会很快，所以目前并没有看到很明显的经济它衰退的一个风险。今天非常谢谢教授为我们带来全面深度的这个解析和未来的预测，谢谢教授。谢谢小林，也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最近诈骗集团相当猖獗，中天财经频道、全球震惊周报在此特别声明，不论是频道、节目，或者是来上节目的教授们，绝对没有在脸书或者是 LINE 开设投资的群组，请大家不要受骗上当。各地极端的高温已经严重伤害全球的经济，除了投资理财要特别小心之外，自身的防晒和保湿工作也要做好哦。记得看完以下的40秒广告。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防晒乳我选 KISS 皇家呵护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皂植萃，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维持青春弹力。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 商品，各种光源对肌肤的伤害，擦起来清爽不黏腻。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是我的保养日常。你呢？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IS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